我相信2026年呢，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马到成功之年，对不对？我们刚才看到的小马，对不对？我相信也是一个奇幻、魔幻、幸运之年。所以今天我们的开场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开场，是请我们的魔术师郭先生来帮我们一起开的场。好，那么回到今天的发布会，欢迎大家。欢迎所有线下、线上朋友们，欢迎所有中国跟全球的朋友们，欢迎你们来到2026小鹏全球新品发布会。那么，这我相信是一个全新的开始。那么，在今年，那么小鹏今天带来一个非常全新的发布会，在1月的初啊，实际上大家都知道，在很多时候1月份是很少有新品发布会的啊，但是我相信2026年到2030年是一个魔幻开始的这5年，我相信这一个5年里面，所有的全球汽车厂商、机器人厂商、物理 AI 厂商都会是新年新气象，这更是小鹏一个魔幻的全新的开始。那么在2026年开始之前，想跟大家先快速分享汇报小鹏的2025年。首先，小鹏2025年全球累计交付42万9千台，同比增长126%，我们取得一个非常好的成绩。我们在2025年也进入到了累计交付超过100万台，我相信下一个100万台已经离我们不远了。同时，小鹏在2025进入全球60个国家跟地区。在1到12月份的时候，我们一共海外市场交付量4万5008台，同比增长96%，而且我们在10个国家的新势力品牌销量第1。我们来看一下全球所有新能源品牌的销量。因为今天的销量只统计到了10月份，因为全球不同国家的上险等情况的数据这个延时不同，所以我们看到在2025年1到10月份前10名新能源汽车品牌，我相信在这个里面最关心的，我觉得不是小鹏排第几，我觉得更开心的是，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里面中国品牌占多少名？有没有数完？有7个中国的品牌，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我们一起要为中国制造走向全球热烈鼓掌。我相信新的下一个10年，大家会看到，不管是在互联网、移动互联网、AI 领域，还是在汽车、低空机器人的物理 AI 领域里面，都会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国的公司从中国走向全球，并且到第1梯队。我也相信小鹏在这个上面第8名的排名只会越来越高。那么在过去的几年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小鹏一直在全球开始发力，但是在2025年我们开始加速。在2025年的时候，我们有9个全球的研发中心，并且我们第一次开始了全球本地化的生产。所以在去年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小鹏在全球在中国之外有3个海外的生产基地，包括了在欧洲的奥地利，以及在亚洲的印尼和马来西亚。我们相信在2026以及之后，我们还会有更多的全球生产基地，希望在全球大家都可以看到开到最好的小鹏汽车。我们在中国的过去的数年里面一直在做充电网络。我非常开心的是，截止到现在，我们已经接入在中国的自营的超充站已经有3150个，那么超快充我们是有2650个。那么同时，我们在中国的国内跟海外都接入了大量的第3方的这个合作的充电站。同时，我在这里面也跟大家宣布，在2026年，小鹏将正式不光在中国
将超快中进行自营的部署，我们还会在欧洲、在亚洲、在美洲，在更多的全球的领域，我们会开始布小鹏自营的超充站，会走向全球。在2025年，我们还面向全球发布了鲲鹏超级增程，这意味着小鹏正式开启了，我们是从去年11月份开启了一车双能的时代。实际上，一辆车既有纯电又有超级增程，我们是犹豫过非常久。但是在前几年，当我们走向全球的时候，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国家，他们实际上的充电设施还远远达不到中国的情况以及中国的发展速度。所以有更多的国家，它是没有太好的电力，没有太好的公路，甚至连网络都不稳定。所以小鹏的汽车，无论是一车双能，还是本地端的 AI， 我们实际上都考虑了全球的发展。所以在这个里面，我想跟大家分享，在上一个10年，小鹏是智能电动汽车的代表；在全新的10年，小鹏是物理 AI 加全球化的代表。在2025年，我们小鹏进入了物理 AI 的初步的部署。那么，在2026年开始，我相信大家会看到小鹏是中国汽车企业，甚至全球汽车企业们率先全面拥抱并且开始进入物理 AI 涌现时刻的企业。那么，在2026年，小鹏将迎来物理 AI 的落地跟规模量产，并且从几年前的科研到研发到产品，到2026年真正开始量产。在11月份，在2025年11月份，我们的科技日说明，那我们推出了4项跟物理 AI 相关的事情。那么在2026年都会分别量产，其中第2代 VLA 和我们的 Robotaxi， 我们期望在今年的上半年，大家会看到我们落地跟量产，以及我们的人形机器人跟飞行汽车在今年的下半年会真正落地跟量产。实际上，在这里面线下的很多朋友们，可能今天都去看过我们的飞行汽车的展厅。实际上，飞行汽车在小鹏今年是第13年进入的，大家要想象，第13年才能把一个想法做了7次的不同的原型，进入到最终的量产，这是一个对我们巨大的挑战。但是我也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会有越来越多魔幻科技的产品会真正走到我们的生活中间。同时，基于全球化和基于我们的物理 AI 的底层能力，今天我也非常开心啊，会一次性给我们带来4款车型的变化。那么在准备今天这个发布会的时候，实际上我们看到刚好央视在发布了马年春晚的全新主题，大家可以看到叫奇迹驰骋，所以它每一个字我们都觉得是跟我们今天发布的每一款车刚好建议一样，我觉得这个寓意特别的好。所以我想既能够让大家感受到小鹏的4款车的特点，也能够感受整个2026年的喜庆。那么哪4款车？第一个是对应的小鹏面向全球的 P7+， 它也是一车双能，它也是全球车。那么面向全球 P7+心怀致远。那么稍后我会详细的跟大家分享 P7+ 的升级跟改进，同时今天也会跟大家分享小鹏的 G7， 在今天会推出超级增程版。G7 是小鹏第一台搭载自研图灵 AI 芯片的车型。那么今天我们不光有纯电的G7，我们会增加超级增程的配置，能够让中国更多的区域，包括西部、北部、中西北的区域，能够去体验到小鹏在智能家庭 SUV 上的不同的表现。同时，小鹏的 G6 的纯电，也就是6项全能纯电轿跑 SUV， 它们也会在今天有换新，
包括小鹏的 G9 纯电、AI 智能豪华 SUV。那么这是一款非常好的续航科技配置的能力。那么在今天我们也会看到它的从焕新开始。那么这奇迹驰骋是我们小鹏今天要发布的4款车型，我下面跟大家一一来介绍。那么在介绍这4款车型的最开始，我想先来介绍这4款车型都会搭载的小鹏的第2代 V12A， 也是行业首个实现 L4 级出街能力的物理4D 大模型。实际上，在这一个领域里面，我们从2023年的端到端，到2024年我们开始研发 V12A， 到2025年初我们看到了第2代 V12A 才能够真正做到 L4， 而第1代 V12A 最多只是 L2。我们最终选择了直接跳过第1代，到达第2代。那么我特别开心的是，把一个在2024年底甚至2025年初都觉得不可能实现的一个想法，我们在最近极高的速度的增长，能够在今年到达。那么回到几周前啊，跟大家分享故事，就是我当时一直在广州连续去开我们的 VA 2.0的不同的测试的车的版本，同时我去了硅谷，也去体验了特斯拉最新的 FSD V14.2。说实话，我觉得只有用一个词，就叫震惊啊！这个大家经常知道有各种这种标题党啊，就是震惊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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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但是我真的是想说，在我之前一直认为，无论是 NGP 还是 FSD， 都只是 L2， 只是说更好一些的 L2。这是我在最开始一直的感受。所以在过去的时间里面，我在体验不同的中国公司或者海外公司的城市辅助驾驶的时候，我当时的感觉都是做到后面就是半斤八两。实际上就是可以用，但是你要小心用啊，这个都是有各种各样的优点，但是背面是各种各样的缺点，都不能完全的放心。但是说实话，在这一次我去了硅谷体验 FSD， 我是非常的震惊，因为我看到了小鹏的这样的一个跳过 VAA 1.0 到 VAA 2.0， 我觉得我们的速度变化非常的快。我觉得我们是最早能够拥抱一套系统，既满足 L4 的用户使用，又满足 Robotaxi 的用户使用的。但是我也真的是很惊讶看到 Tesla 里面的 FSD 在这一次的升级，因为在 V13 里面完全还是一个 L2， 但是在 V14 里面用同样的硬件、同样的算力，但是升级到了一个完全不一样。我相信在座的今天，包括线下跟线上人，绝大部分人没有真正体验过。因为如果你没有体验，你不会有那种，你会觉得一个全新的时代的开始，你会觉得哦，那是上一代汽车跟下一代汽车的差别。就是这种感觉，你真的是没有体感，只是看文字，你没有办法想象。所以换一个角度，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面有几个小小的视频。某种角度，我认为 Tesla 的 FSD 包括 VLA 正在有5倍、10倍、数十倍的提高。那么刚好在最近，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有趣的事情，就是 L4 Waymo 在最近的旧金山停电的时候，整个 Waymo 自动驾驶车辆瘫痪了。大家可能不知道，实际上 L4 的汽车里面是有上帝之眼和上帝之手的。什么叫上帝之眼？因为它有了高清地图。你可以看到很多 L4 的车去到任何一个地方开城，先要扫描，然后没扫过的地方它不敢开。所以为什么 L4 的汽车不能去小区，不能去园区，不能去地下停车场？因为它没扫过地图，它所有的路线不是主要通过实时观察的，它还是结合了上帝之眼，同时它还有一只无形的上帝之手。也就是说，很多 L4 车说它100公里接管非常的少，甚至10000公里接管。如果你去开一开，看看它，比如说在路上停的一辆车，突然一下靠边停，这个车它不动了，它会不动几秒钟，然后突然一下切线走。为什么？因为上帝之手在云端帮它接管，只是你不知道。
我们有可能会用很多的安全员在远方帮你来接管吗？有可能大城市可以，但是如果是一个中城市、小城市，不会。所以第三 ，L4 的车的泛化能力很多做得不好，因为这个世界上的场景太多了。在小鹏做了机器人之后，因为机器人的场景是 L4 自动驾驶，我认为复杂1000倍，你就会发现完全没有办法用算法来写规则。这个时代已经过了，这个时代是上一个时代。就像我们第一次接触互联网的时候，在1990几年，你会发现原来的数字信息化在有了互联网的时候完全被变革了。所以我特别想跟大家说的是，希望大家在真正有了 L4 的时候，一定不要去靠想象，一定要真正的去使用跟体验。只有真正的全 L4 在所有场景都能做的，才是一个有价值的点。所以这里面回到我在1年前，因为今天是2026年年初，我在2025年年初，这个时候是我们端到端自动驾驶研发就是研发了2年，也就是第3年的时候，我突然感觉，我有一天开我们的车，我们的这个产品总监推了一个新版给我开，我发现这个端到端小模型的确比以前的自动驾驶泛化性强了一些，但是我觉得它好像永远无法做到真正的自动驾驶，因为它就像一个跷跷板，它的效率提高了，它的体验下降了，它的安全提高了，它的能力下降了。好，第二个，我认为它是一个巨大的缝合怪。很多人说什么端到端的一段式端到端，2段的端到端，多段式端到端，他们都最多是数据的端到端，不是真正的模型的端到端。那么在这个时候，我看到的一个缝合的问题是，你会碰到很多今天好明天不好的问题。为什么？因为它里面写了大量的规则去兜底，这些问题导致了他们永远在新的场景里面就是做不到。所以我们一定要把以前建的房子推倒，重搭地基，重新再做一套全新的自动驾驶。所以我特别开心的是，小鹏正在第2代 VLA 上面对物理世界无限的复杂性做更优解。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做了不一样的大模型，不一样的大算力跟不一样的大数据。很多人说它的模型很大，有多大？举一个例子，今天端到端自动驾驶，绝大部分的公司可能它的模型的 size 不到0.5B， 是一个非常小的模型。更重要的是，他们实际上用的模型大部分还是以数字世界、以语言为导向的模型，而不是以物理世界的表象跟运动为主的模型，所以它的模型的转换的效率更低。所以只有用全新的模型、更大的参数才有可能。第二，要用巨大的算力。很多人说，哎，我也可以去买巨大的算力，但是只有当小鹏去年自研且量产且实践了我们的新的算力之后，我们才发现，原来这个大算力跟我们以前的大算力是2种解释。不是算力高就行，你要有能力把算力用得很强。我说一句可能不是完全正确的话，我认为靠第三方芯片，你不可能把算力的能力挖掘出来。只有自有的芯片、自有的编译、自有的量化、自己的音法、自己为算力去适配的模型，才有可能让同样的算力发挥别人1倍到数倍的威力。所以今天小鹏的算力，我认为甚至远超同行。如果都是2250 TOPS， 我们可能到达了4500 TOPS 的算力。而第三个就是更大的数据。在很多人以前都说，数据我们可以每个车上都有，什么样车在什么场景的数据是准确的、有价值的。所以小鹏现在用了1亿的不同的数据，记住，同样你在一条马路上开的数据一点价值没有，因为它已经无数遍都一样了。只有各种异常情况下的1亿个 CLIPS 的数据，相当于一个人类驾驶员在6500年遇到的各种极端情况
所有的情况都去学习。你想想，你一个人，你会开6500年在不同的场景开车吗？你不会。把这些场景的数据拿在一起，才有可能做到 L4。所以换一个角度，从我们的角度来看 ，L2 和 L4 有4个非常核心的差异。第一个就是能力。以前辅助驾驶在这个比如说举例吧，有很多的公司说他们在城市里面有 NOA， 城市里面有很多种，有大路，有小路，有园区，很多是在少数的快速路上开，这个不叫什么，这个小鹏的高速 NGP 都可以在城市的快速路开，没有什么难度。但是最重要的是你在各种能力，比如说前面有一个无保护左转，能不能开？好，很多人都能达到。如果这个无保护左转中间刚好有人过马路，要在等红灯，红灯前马上变绿，你该不该开？你应该关注路况，关注他的路权，去停下来。哎，这个时候你该怎么去控制好你的车？所以有非常多的能力是在不同的场景里面，你怎么能去做好？再比如说场景，这个能不能从大路到快速路，到小路，到停车场，到真正的园区？在过去的1年里面，大家如果体验到中国所有的辅助驾驶的，比如说从车位到车位，你可以知道，在停车场、小路、小区里面，基本上都是记忆驾驶，也就是说开得非常的慢，且是全记忆逻辑。它实际上没有办法在全场景丝滑、安心、快速，针对各种 case 都可以开，开不了。第三，安心。什么叫安心？它是安全的升级版。比如说你一个车，你开100公里不用接管，那是安全。但是安心可不一样哦，在快速转弯的时候，你不会感觉跟旁边的车有碰撞。当你的周边有很多这个人或者小摩托车去穿行的时候，你很放心，觉得不会跟他们碰撞。在你旁边开的时候，有一辆泥巴车的时候，你觉得你的车跟这个泥巴车隔得稍微远了一点点，你不用担心。什么叫安心？就是让我们的爸爸妈妈不熟悉自动驾驶人坐上去一点都不怕，这个才叫安心。第4个要效率。最近我体验一些辅助驾驶端到端的，我发现他们也能开，开得特别慢，什么地方他都停下来，然后慢慢的动，甚至不动。这种不是我们人类在开车，我们人类一定要把能力、场景、安心、效率全部平衡好。所以，我跟大家说，我的目标就是我们的 VA 2.0，我所期望的能力在发布的时候，是我们端到端自动辅助驾驶接管要起码提高5倍啊，就是接管率要是现在的1/5。我期望我们的场景不光在大路、快速路都可以开，要在小路、小区、停车场全部是原地启动、园区漫游。我期望我的安心感是让我真的能够，虽然手放在上面，符合交通法规，但是我非常放心，在任何的 corner case 上都很安全，不管是白天、黑夜，不管是各种异常。最后，我是一个非常追求效率的人，大家都很多跟我一起吃饭的人痛苦，我吃饭5分钟吃完了，啊，这个，然后我吃完之后坐在那里就看着朋友们吃，就是一定要比我们开车还要快5%，我觉得是更有效率。所以在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开我们 VIA 测试版的一些小小的视频。可以看前面有一个试驾车，它在路上不动了，你看非常匀速、丝滑且安心的转向了。所以你看刚刚这个左边有一台车，它稍微切了一点点，我们这个车稍微往右打了，并且减点速，它又切回去了，它又直接开过去了。对，但我们一直没停下来。对，它非常的丝滑，它完全像一个真正的司机一样。他遇到的 corner case 啊，遇到的极端情况，包括他吸收的最好的司机应该怎么开的这个车，肯定比一个人要强。是，所以它的上限就被大幅度的拉高了。你看呢，刚刚它的这个从最内道切到最外道，加速减速，非常的丝滑。
前面有一堆施工区域，施工区域，你看哦，临时架的施工区域，看看。哦，你看他切到左边去了，哇，他走到例行了，你可以看到，他完完全全自己走到例行的道路切过去，然后再又切回来。而且那个路障是非常非常细的杆子，那个路障是一个小杆，对，就只有手指这么粗的细杆子，它完全很丝滑的，所以它根本不用规则。像这样的状况也是，就在广州的常见状况，非常多。对，你看它就是贴着离开远远的过了。我们现在到了一个非常复杂的地方，我的妈呀！你看看，如果是个人都很难这样开，你可以看到，这是个盲区，这是一个完全的盲区。对。它有减速，它有完全的减速，你看就是会车了。会车，啊，可以。它已经在做汇入权的减速了。对，它明显看到旁边有一个车。你看这里，这里的控诉，你看到他在等旁边的车，你看大家看到没有？他没有开出去，以前这个时候他就自动开出去了。因为我们拐弯应该让直行，对吧？他一直在等。好，然后他现在找到了。他在蠕行，好，他找到了一个逻辑。对，因为是的，很惊喜，因为他把直行的车让完了，然后因为直行车都开得非常快，如果你这时候窜进去，其实是很危险。太棒了，我非常开心。这个我最近开我们的 VOA 特别多啊，因为每次他们推给我一个新版，或者我每次去了一个新的区域场景，我都是完全导航，然后就是这个非常就是非常安心的，然后去看它怎么开，因为它会有很多的点跟我开的方式还不一样，就出现很多有意思的点。所以换一个角度，刚刚我们所看到的，对于异形的车辆，对于各种特别的施工的栈道，非常丝滑，一点都不延缓的过变道逆行，再让对面的车切回到主干道的一个过程。那么也包括了一些刚才我们看到是一个盲区的 S 弯，防御性的提前减速。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对比了其他的这一个相关的辅助驾驶，他们在这里要不然就要接管，要不然是非常非常慢的速度在蠕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一个从小路汇入大路的时候，它能够既安全又掌握路权，又有蠕行的过程，把效率、安心、安全全部拉起。我们在这里面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就是说，你看我们在开的时候，旁边有一个人，这个人我认为他不是一个交警，他只是一个穿着一个黄色的一个临时道路的一个施工人员，他就因为他有一辆施工车辆过去的时候，他就说让你先停一下，让这个车辆过了，然后招招手，这个车他懂了，我们绝对没有写任何的规则，所以这个时候真的是一定要学习到大量的数据，他就自己懂了这个规则。大家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我们拿着这一个的辅助驾驶，没有做任何的，记住，没有做任何数据的训练，我们拿到了欧洲去开得非常的好。虽然有少数地方不懂它的交通法规，但是在我们所看到的大路小路，完全超过我们的想象，所以我们非常有信心。这一套自动辅助驾驶不光在中国的任何场景，我们相信在全球，我们在之后也会在当地真正的用当地的数据合法合规进行再次的后训练强化来推出。我相信大家会看到2026年小鹏在中国，2026年小鹏在全球的自动驾驶都会有了极大的提高。那么这是我们正在研发的，我已经看过他们的测试车的效果，真的是非常的好，原地启动。你想一想，我从我的停车位，我跟他说你开吧，回家，他自己开出去了，他不是慢吞吞的、磨磨蹭蹭的开出去，他是很流畅的往外开，靠边停车，识别中国的各种减速态，各种很难的停车场，我觉得中国停车场比美国还难说实话。以及有不同的驾控风格，比如说，你着急了，你说你开快点；你说你平常的时候你买的车，你不了解你要标准模式。如果我妈妈开，她想开慢点，你都可以有不同的自驾风格。所以换个角度，我相信
小鹏的自动驾驶，我们出来的时候，一定每一个版本的升级都会让大家感觉到惊艳。那么，所以，那我在去年我非常有信心的时候，我跟我们的这个硅谷，还加上我们的广州、我们的上海，我们有一个巨大的自动驾驶团队，我们一起打赌。我们说，在2026年8月30号，我们能不能做到像特斯拉在美国一样的自驾？实际上，如果我们做到了，因为大家知道中国的区域比硅谷大太多了。中国的小路比硅谷复杂太多了，我相信这个能力绝对是一个数倍的提高，但是我还是期望我们要做到。所以我当时呢跟我们的这个自动驾驶的头儿先民这个一起来打赌，我说这个他敢不敢赌啊？这个先民当时这个非常的自信啊，这个他就说他敢，但是呢这个刚好今天先民从美国出差到这里来。我想呼一下先民，先民，你现在有多大的信心不裸奔呢？太好。这个当时打那个赌的时候，我其实心里还是挺发颤的，这个硬撑。不过，但是我今天刚那个测试一圈回来，我们有一个新的测试版本，我可以非常确定的，就是你肯定是输了，你就准备好就见食堂吧。然后。现在网上有很多的这个梗，就是说我们的第2代 VLA 叫做鲜明裸奔版。我可以非常放心的告诉大家，你们可能要失望了，你们应该看不到这一幕发生了。就是我们现在整个的测试进程、研发进程都比较顺利，所以比较放心的能让所有的车主在今年第1季度会有一个稳定的版本可以使用，并且可以持续的提升，争取在8月份的时候让你们看到一个超过跟大师兄打赌的这个状况的情况发生。好，到时候请大家去硅谷吃这个小鹏的食堂。好，这个谢谢先民了。这个我们当天在打这个赌的时候呢，我们中间就在聊各种各样的事情，其中我们聊到先民应该去健身，把这个8块腹肌给锻炼出来啊。这个后来这个先民就专门跑到中国来，就不回去了啊。这个每1个到2个星期，我真的是看到了，我们以前在端到端小模型的进展，可能快速做到了某一个分数之后，它就不动了，它就像一个跷跷板一样。但是我们现在，我每2周到4周看到的变化，我就觉得像以前做端到端1年的效果，真的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效果。我敬请大家期待我们的全新的Ultra版本，同时，我们搭载小鹏第2代 VA 软件的 Robotaxi， 我们现在已经通过了测试机构的在场地的测试，即将在广州开始公开道路的测试。我们第2代的 VA， 它真的像人类一样，它会去观察、记忆、推理。理解并且执行，真的它不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模仿的学习。所以，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第2代 VA 里面对标行业 Robotaxi， 我们是前装的量产非常强的泛化能力，不限制区域，覆盖小路园区，而且我真的是希望覆盖在2026、2027覆盖祖国的大好山河啊！这个我对于明年还希望我们进入到户外，比如说。中国的新疆、青海、云贵，这里面有很多地方没有路的，能不能我们的自动驾驶也可以开得好啊？当然，我看到婷婷拼命有很大的压力啊，这个，但是我觉得真的是完全有可能实现。所以，基于我们的第2代 VA， 我们会用一套系统，我期望在今年实现 L4 级的软件的自动驾驶能力，以及 Robotaxi 无人驾驶，在我的2年前、1年多前，我都觉得是2027到2029的故事。但是，我相信在2026年就会出现。所以，2026年，我相信是中国包括美国去实现全自动驾驶的第1年、元年。实际上，探索把原来的端到端 VA 的1.0。推翻，重新花了大几10个亿去
探索实践，把这个没有人走通的理论带入到真正的研发成功，带入到真正现在我们量产的成功，我真的是觉得是特别的开心。在1年前我根本不敢说这个事情，同时我也预判今年也会是人形机器人从规则时代、算法时代跃变到真正的 AI 时代的开始，巨大的改变会发生。所以刚刚我跟大家分享的是 VLA 在我们今天要发布的4款车上的巨大的变化。但是今天还会有另外一个变化，就是所有的车都会带来我们全新的车机交互系统，也就是 AIOS 第6代版本。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个6.0的视频。是不是非常漂亮？这次全新的系统啊，在网上曝光的时候，就非常多人就是2个字：漂亮。那么我相信啊，漂亮的系统、全新的 UI 跟 UE 一定也会带来大家使用上的一些小小的变化。但是，一旦当你适应，很快就适应了，你会感觉到真的是非常的舒服。我们这次的全新的 AIOS 6.0。是用数字孪生的方式，把真实世界的物理世界所看到的东西，数字镜像到了数字世界里面去。那么我们使用了全新的预光的设计语言，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设计语言里面，我们在这个里面整个的导航里面，不光是有导航，甚至我们可以看到周边的标志性的建筑啊，这个包括在广州的啊，不仅仅是小蛮腰，还有小鹏的总部啊，我相信也是标志性的建筑啊，这个。同时，我们的设计语言是非常用的有活力的这样一个动效，我们叫做非线性动画啊，它让每一次的交互的这种点击感都更加有活力。我们在这次还使用了把原来的2D 版本的导航界面升级成为了3D 车道级的 ASR 导航。大家会看到，以前我们开自动辅助驾驶的时候，就有一个平面的 ASR 导航，但是现在是一个3维的导航了。我们还在去年我们发布 AR HUD 的时候，有一个特别好的功能，大家可以看到，你看我们在往前开的时候，不同的路口它的不同的建议，以前是在 AR HUD 投影的，现在我们把它放到了我们的导航上面去，也就是告诉你前面你要准备转右了，但是你要走这条道是最佳的。所以异常的路况的提醒的功能我们做到了。我们做了4个特别沉浸，包括了在车里面休息，包括我们的洗车，包括我们的露营等，这个里面还有离车疏响的功能的模式。我们还做了不同场景之间的多轮对话，这个里面比如说举例，我们的每一轮的这个对话里面可以将不同的车控车的管理能力放在一起来进行组合，有特别多的可个性化的能力。那么这一些全是 AIOS 6对所有车会发布的。那么在今天我也想说的是，我们 AIOS 6还可以配备我们一个非常魔幻的能力，也就是我们后面要讲的 VLM 会有更多的想象力。那么 AIOS 6实际上还有哪些有趣的事情呢？我们跟腾讯合作，接入了腾讯的云游戏，所以我们在这次有像黑神话这样的3A 大作，只要你配一个手柄，
就可以在小鹏的车企里面可以开始玩了。那么今天要跟大家更详细一点介绍一下 VLM。很多人不了解，因为 VLM 在整个汽车里面在原来是没有的。它实际上是一个汽车里面理解这个世界的一个大脑，它是我们人跟汽车对话跟操作的新一代操作系统。它也是小鹏的机器人，小鹏的机器人跟小鹏的座舱的 VLM 是共一个 VLM， 所以会持续更新迭代的一个全新的系统。那么在我们以前的座舱里面全都是被动式，但是今天用了 VLM 会像一个人一样主动去感知和思考、理解司机理解好他的副驾等系列的事情，能够有感知、记忆、对话、思考跟沟通能力。所以我相信，在过去的车，我们可以看到中控主要是物理按键的交互，然后到了大屏的交互，再到被动的语音交互。大家知道，被动语音交互还是小鹏在2021年我们在全球率先推出了，现在已经是所有智能汽车的标配。但是我们到现在，我们推出真正的4.0的交互时代，我们相信是一个主动加被动服务的时代。我们用了一颗750 TOPS 算力的一个巨大的算力，使用了70亿参数的大模型，去让大家能够看到、了解更主动的需求。那么小鹏的 VLM 会带来座舱体验的好几个巨大的交互革新。我相信第一个是情感沟通的语音交互。以前我们的沟通是一个非常简单、贫瘠，而且不够聪明也不够趣味的交互。在2026年，小鹏的几个的升级会不断的让大家感觉到全本地、全情感的快速交互。第二个，我们期望能够是做到主动感知的交互形式。以前是一个由人推动座舱的感知，而现在是由座舱可以推动人。第三个就是面向全球化，它可以，比如说，如果我们出国去到德国，你可以在德国的小鹏汽车上用中文说你要导航去哪里，你的副驾也可以说用德文说，你的后座可以用英文说，这都是我们正在研发的事情。让我们一起用一个小视频来看一看主动服务的相关的内容。早上好，组豪，今天是元旦前夕，预祝您新年快乐，一路生花。已帮你开启主驾长途解乏按摩，并调为红色氛围灯。看你平时都喜欢听轻音乐，现在放一首舒缓一下吗？可以，帮我查询一下今天下午的日程。你今天下午2点要回公司开会呢。导航回公司。好的，走广元快速路能少等15个红绿灯呢。你好，小 P， 右边的大厦是什么？您右边的是天盈广场东塔，距您35米。助理发来了一条消息。总结消息。助理在消息中通报下半年策略调整，将聚焦线上业务与高潜力产品。发微信给助理问材料准备好了吗？已发送。车内有点冷了，小 P 已经帮您调整空调温度和风量了。组豪晚上好，忙了一天辛苦了，现在回家大概34分钟，我看了下，走车卑南隧道快一些，18点59分就能到。你觉得今天穿的怎么样？我刚注意到，您今天的搭配简约又清爽，整体看起来很帅气。我第一次看这个视频的时候，我就说最后那一段我不懂。我说为什么晚上下班了还要问穿着怎么样？他们说你真不懂年轻人怎么想。所以
小鹏的 VAM 它真的要让座舱不再是一个等待你要求它、你指令它的一个冰冷的机器，它会深度了解。而随着这一个 VAM 跟我们的机器人越来越耦合好，因为我们的机器人要用多语言跟一个人交互，而且要完全可以不联网的情况下高效率跟它交互，所以而且能够察言观色，所以实际上在今年在明年我们有巨大的升级的需求。所以我期望 VAM 在将来是一个懂得察言观色的好管家。而这个功能，我相信不光是大人，比如说自己或者自己的太太们喜欢，我相信更多的是小朋友们，因为小朋友会非常非常喜欢跟不同人聊天。你可以模仿他是一个女孩子，也可以模仿是个男孩子，也可以模仿他就是小鹏啊。这个不要模仿我了，我一般经常骂人的。所以换一个角度，就是说，它可以让对方模拟成不同的人，这都是我们正在去考虑、去思考、研发，部分已经做到的能力。那么，同时 VAM 我们这次还跟 vivo 深度联合的合作，我们可以直接在小鹏汽车加上 vivo 的时候，能够在开车的时候去读信息，能够在回信息，能够播报信息。这个真的是我的同事们给我演示这个功能的时候，真的非常好用。我也希望我们在之后跟更多的手机厂商一起深度联合，把这样的好的功能带给更多朋友们。那么小鹏 VAM 在这个里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在今年在策划好几个非常大的 OTA， 在除了这次发布之外，我们还会实现泛化的千人千面的情感沟通，这是我们正在研发的功能。我们也正在研发面向全球无缝切换的多语言的 AI 管家，跟以前那种简单的语言沟通完全不同。很多朋友说，那他跟你聊天这么多，你有这么多信息，他可以看到你会不会有安全隐私的问题？对了，这就是小鹏 VAM 想做的事情。实际上，不管是 VAM 在车里面，还是我们的机器人在家庭或者在工厂或者在商业里面，我们上都有一个问题是，因为机器人有眼睛有大脑，那么它不能够把你的数据很多放到网上去，这是错误的。所以我们打造了在跟随行业最严的隐私标准，它同时满足国标和欧盟的隐私规定，并且把这个隐私标准在本地专属用进行了本地记忆库，用来记忆你的习惯跟偏好，不是像现在的很多的车，我们会用网络来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同时也跟大家分享 VAM 还会跟我们的第2代 VAA 打通。实际上在去年本来我们计划去年年底先去发布第1代 VAA， 但是后来我们看到第2代 VAA 的巨大的想象力，我们就把这个项目做了一大半，把它停下来了，我们就直接走向了第2代。那么 VAM 加上我们第2代 VAA 可以做到非常好，完全无延迟或者叫低延迟的操作车辆，因为它不联网。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在，比如说你在高速上，你说小 P 我不要跟着这个大车走，你超车吧，它会非常快速、丝滑、安全的超车啊。比如说在走在路上，我们的期望在今年要实现，当你走在一个路上，看到前面刚好有警察把这个路封了，所以你要换一条道路，我们的 VAM 会主动说，你好，前面封路了，我们帮你调一条道路，它会自动帮你调，你说好走吧。我觉得这就是我们想做到的真正的智能汽车得要的效果。所以相信在今年里面，我们的 VAA 跟 VAM 会在后面的时间会有非常好的耦合。那么这是很重要的一页啊。那么在这一次，我们也更新了小鹏的自动驾驶的配置梯度。首先，我们将 Max 版本所有车的 Max 版本今年发布的4款车，都升级成为了1颗图灵 AI 芯片。那么以前我们是2颗 Orin， 那么它们拥有同等的能力啊。同时，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让我们很惊讶的，就是说很多朋友跟我们说，他说小鹏，你的 VAA 跟 VAM 能不能分开给我们提供呢？后来我们仔细内部讨论，因为多增加一个版本，对我们的版本管理还是非常的复杂。但是我们最后还是听随了很多的用户的期望，说我们专门推出一个 Ultra 的 SE， 也就是说它只有2颗图灵芯片。这个时候
它可以实现第2代的 VLA。那么最后还是有我们之前推出的 Ultra， 就是3颗图灵 AI 芯片，这个是满血版的 VLA 加 VLM， 而且和我们的 Robotaxi 的硬件配置也是在一个范畴内的。那么今天也跟大家分享我们在第2代 VLA 的一个推送的节奏啊。这个我们在去年说我们第2代 VLA 在第1季度，我们在3月份春节之后，我们就会开始进行第一批的推送了。也就是说，我们先推送2025年我们已经交付的小鹏的 Ultra 版本，包括 P7、G7、X9 的增程版的 Ultra， 以及3月份之后4月、5月，我们就会不断的连续把所有的这些车，我们都会有 Ultra 版本的能力分批进行推送。那么 Max 版本用户也不用担心，我们在今年，我们实际上已经从去年开始研发，我们在今年会在 Ultra 版本的基础上进行增流，把这样的一个 VLA 第2代增流到这个 Max 上去，不包括了单图灵的 Max 和双 Orin 的 Max。这是我们第2代 VLA 推送的正式节奏。那么在后面的时间，2月、3月份，大家会看到我们更多 VLA 的极其精彩的视频，那告诉大家。那么同时，今天跟大家分享天玑 AI26的推送节奏。我们在本月就开始推送，包括去年的2025款的 P7、G7 等，包括今天所发布的这些车，我们都在本月开启推送。那么其他车型在从后面的时间2、3月份开始陆续会推送。那么刚刚我们介绍的是第2代 VLA AI26跟 VLM， 那么今天同时也是小鹏的一车双能的第2款车、第3款车等车型的推出。所以呢，我们来进入鲲鹏超级增程。那我们先来快速几秒钟回忆一下小鹏的超级增程。小鹏的超级增程，我们期望有5个全新的特点，能够是在当前这一代增程的基础上定义全新的下一代的增程的新标准。第一个，更长的续航，因为以前的混动或者增程，它们的续航只有几十公里到200公里。我们期望用大电池跟大油箱，在纯电续航跟综合续航都能够做得更长。第二，超快充，以前的增程充电很慢，我们现在是5C 800伏。第三，动力很足，在高速上不亏电。第四，能耗要更低。第五，没有增程的声音，没有增程的震动感，这都是我们要去定义新一代增程的全新标准。我也特别高兴我们在11月份发布的小鹏超级增程 X9 销量超过了我们内部所有人的想象。我们在12月份交付量就达到了5424台，这创造了我们这款车的单月的交付记录。我们看到了特别多北方、西部的用户都非常喜欢我们 S9 的增程，在此我特别感谢所有 S9 增程的用户。那么这里面我们有一个超级的这个用户，他最近他从遵义开到了武汉，全程1041公里，全部是用小鹏的 NGP， 而且也没有加油，也没有加电，所以真的就是在旅游、回家探亲或者出长途差的时候，续航跟使用是非常给力的。在此，我们也想提醒这位车主跟所有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安全，不要疲劳驾驶，安全第一是最重要的。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增程用户对我们的几个非常有趣的特点。第一个，很安静，跟纯电一模一样。第二个，省电又能跑。第三个，北方在冬季里面也特别好开。实际上他们说对了，因为在这一次新一代增程里面，除了刚刚这5个能力之外，我们对于增程因为要开到北方、开到西部，我们做了大量的研发跟测试工作，所以这也导致了小鹏所有的超级增程在北方都会好开。好，那么进入到今天我们的超级增程全新汽车的大气，也就是先来跟大家分享2款超级增程。第一款小鹏2026 P7+，它
它是全球最长纯电续航的增程轿车，430公里。那么，另外一台车是小鹏全球，记住我反复核对了这个数据，是最长续航的 SUV， 不管是油车、混动、增程，1704公里的 G7。这个，让我们先来跟大家介绍 P7 加。那么，小鹏的2026年 P 加，我们定义是超大空间 AI 智能轿车。那么，这是我们第一款同时面向全球36个国家发布的一款车。这款车不光在中国生产，同时我们也在欧洲生产，所以我非常自豪，就是说，在经过了11年的创业里面，我们有一款车能够在全球不同的区域同时生产、同时的发布，这代表了小鹏在过去的从一家小型的创业公司开始真正走向全球化。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个 P7 加的全球的视频。We live between opposites, fast and still, bold and kind, certain and curious. The world keeps telling us to choose strength or softness, focus or freedom, as if one version could ever be enough. But we were never meant to choose. We are the quiet thinker, the restless mover, the dreamer, the doer, the calm in motion. We change, yet stay ourselves. We move, yet never lose what matters. Because balance isn't standing still. It's knowing when to move and when to stay. Some call it contradiction. We call it being human. And maybe that's what makes us whole. 实际上，可以跟大家分享刚才里面关于智能驾驶的一个特别开心的消息啊。在过去的时间，为什么自动驾驶走到欧洲、走到全球很多国家不行？大家知不知道原因？最主要是政策法规，因为联合国交通法规不允许类似我们的 NGP、NOA 在全球开，但是在今年2026年的下半年，很有可能会打开这样一个允许，所以自动驾驶从中国走向全球会开始。第二点就是说，在过去的时间，因为你用软件规则去写自动驾驶，在全球不同的国家的道路、文化、交通、路灯或者路障不一样的情况下，你是非常难泛化的。但是我们最近在欧洲的测试让我们特别的开心。那么，其实回到今天的小鹏的 P7 加，大家会看到是一个超大空间的 AI 智能轿车。在这个里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里面有，我觉得有2组词特别有意思。第一个是轿跑的姿态，但是叫空间的怪物。大家想一想，一般是轿跑，就是空间很差。我觉得小鹏的设计师跟小鹏的工程师太棒了，他们用轿跑的姿态做出巨大的空间怪物。他们经常说轿跑的样子 ，SUV 的空间 ，MPV 的舒适度。第二个就是能耗标杆且安全堡垒。很多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能耗的标杆，那当然就比较轻，这个车安全系数有没有那么好？实际上，我们再把这2个点又做到一个非常完美的耦合。那么，2026年小鹏 P 加是在小鹏2024年的基础上，我们相信，甚至它不是一个小的中的年度改款，它是全面的换新。
整个 PG 加升级了104项用户体验相关的能力。那么在大家看见和看不见的地方，我们更新了超过1/3的1级的总成零部件。那我相信这是一个全方位的脱胎换骨。那么 PG 加的里面，我们首先跟大家分享是全新的配色是新晋蓝。那么欢迎线下的朋友们呢能够去看一下实车，真的是它非常的明媚。开这个蓝色的话，就像看到一个很开心的海阔天空的蓝天一样的一个感觉。所以 PG 加在增加了这款车之后，一共现在我们有6款颜色，还有新月银、暗夜黑、我们的新雀灰、新木紫跟新云白，这一共6款的颜色。同时 PG 加一个非常主要的改变是，我们将原来的3段式的灯带升级为了新的一体式新翼灯带，而且宽度达到了1730毫米，整个灯带发光均匀，非常的漂亮。我们同时也配套了 PG 加的尾灯的设计，让尾灯也是贯穿节制简约，非常富有科技感。我们看到 PG 加的很多的朋友们都喜欢大尺寸轮毂，那么我们在这次把 PG 加的标配轮毂从原来的18英寸改为这次的19，并且我们还选配了20寸米其林的运动轮毂。我们这次还升级了 PG 加的车漆的工艺，我们使用了413B 的全新工艺，配上了跟80豪车同款的就是80伏的高透的清漆，它可以使整个的光泽提升10%。还能够使漆面的抗老化能力提高50%。简单来说，更漂亮，也更加耐用。那么，在空间领域里面要特别隆重介绍，因为在 PG 加的过去的很多的用户里面，是最看重、最喜欢车内空间的。那么 PG 加被号称数字空间的怪兽，也就是说，用一个轿跑的姿态。实际上是当然是一个完全一个 C 级的轿车，它能够让空间巨大，但是里面的乘坐舒适感非常的好。那么这一次2026款的 PG 加呢，我们新增了柔光紫色，能够在这个实际上紫色在最近的小鹏的所有汽车里面，我们都发现好多朋友喜欢紫色。我们还增加了晨雾蓝这样一款全新的颜色，一款非常清新舒适的颜色。所以 PG 加到了现在有4款一共的可选的类似配色。PG 加还升级了驾驶的空间，那么它使用了跟 P7 同款的科技岛仪表台，并且搭配了29英寸的全场景的 HUD， 让整个的信息的展现更立体、更直观，不用低头也能够更好的看到导航的信息。那么 PG 加的内饰的质感，我们在这次也大幅度换新。从电镀的工艺到整个木纹的肌理，都做了很多的变化。实际上，最近有部分的朋友已经来到我们的门店进行了试驾。实际上我看了一下整个的试驾评论，有好多朋友都说，座舱的高级感有了大幅度的提升。我相信，也期待更多关注。如果你想买一个巨大空间，可以开得非常远的、很舒适、很好开的智能轿车。那么你一定要来看看 PG 加，绝对会有惊喜。在 PG 加里面，我们还布置了6条灯带，形成了新铺式的氛围灯，有星云渐变的效果。我们这一次使用了360度柔性来做了一个云感的座舱，整个的座椅的长度、柔软度、支撑度都有了非常大的提高。我们还在这一次把整个的通风、加热、按摩的能力都进行了提高。特别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PG 加以前有很多的朋友都喜欢它的按摩，我们在这一次，因为特别多朋友喜欢，我们把按摩力度提升了足46%，能够让大家有更好的按摩的效果。我们在这一次 PG 加仍旧搭载了20颗扬声器，实现了临近的 AI 音响。同时，我们让整车的音响功率提高了10%，带来了更加好的低音效果，
也同时支持7点、1.4的全景环绕声，就像在电影院的音响。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我特别喜欢的能力。从去年的这个 G7 X9 开始，实际上大家会看到，小鹏对于 NVH 的设计，对于整车的静谧性做了巨大的工作。我们在这一版的 P7+整车做了62处的降噪设计，我们为增程版配备了 RNC 加 ENC 主动降噪技术。我们为全系的纯电，因为增程版才有增程器，纯电全系标配了 RNC 座舱的主动降噪。我们增加了前排的双层隔音玻璃，我们全系标配4门静音电气门。我相信每一个开车、每一个坐乘的朋友们，如果当车外很吵闹，车内很安静，内心很平静，是不是一种非常棒的感觉？所以我相信 P7+ 一定能够让家的感觉更棒更棒。在这一次，我们 P7+ 还增加了可以选装的零重力座椅，那么特别适合有午休习惯的朋友们，有时候在中午吃完饭的时候，可以在 P7+ 的副驾那里进行零重力座椅的休息，会非常的舒适。P7+ 的承重空间不光在前排，在整个的后排都非常的好。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有个数据，前排、后排人均都有1米的承重空间，可以同时2郎腿。后排的头部空间1.9米高的男生也完全做到没有任何的压头，所以保证了每个座位宽敞舒适。P7+ 的后排完全是满配，它可以有10度的电动调节向后，支持通风、加热、按摩，而且我们的这个通风的能力在这一次还有巨大的提高。那么刚刚我们的魔术师表演呢，这个看到了小鹏的725升的超大后备箱。实际上，很多来看 P7+ 的朋友们，我们的销售同学都跟我说，我们不光介绍颜值，不光介绍动力，不光介绍舒适，一定要把后备箱给他们打开看一看。像 P7+ 的后备箱做到了725升，这相当于什么？它比很多的中大型 SUV 还要能装。如果你把后排座椅推倒，你可以放2221升的可扩展容积，这意味着什么？你可以放33个20寸的行李箱，是一个巨大的空间。我们还为2026款的小鹏 P7 全系标配了智能的 DCC 可变阻尼减震器，那么它可以在颠簸的路面有更好的舒适性。所以在 DCC 的基础上，我们全系标配了小鹏的太极 AA 底盘，支持6D 防晕车的智能算法，不管是前后左右上下的震动，都有更好的舒适体验。那么作为一款 C 级的轿车， P7+ 还是当之无愧的能耗管理之王，而且不光是在过去的纯电基础上做得好，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在超级增程一样做得很好。大家可以看到，在2026款的小鹏 P7 的纯电是同级最低的电耗，100公里10.9度电，而我们的超级增程也是100公里12.5度电，都是非常好的能耗。所以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用同样1公里，我们用更少的钱就可以做到。刚刚我说到了，所有的小鹏的增程在发布之前，我们就在考虑如何在设计端就能够在西部、在北部，不管是在很冷的天气，还是在很热的天气，都有很好的表现，因为它会开得特别远。所以在零下20度的冰雪场景，我们一样可以做到什么？12分钟充电70%，这基本上跟常温充电的速度一样。说实话，最开始我们的技术同学跟我说，我还不太信。后来他们就说：“那小鹏，那你来到北方吧，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所以那个时候我真的是很惊讶，而且在那个时候，我们看到外面的温度是零下20几度，那个车冻得像个冰疙瘩一样，然后只要15分钟，整个的空调就升温了超过40度，这也是让我非常惊讶的。所以我们用一个小视频来看一下
小鹏 P 加在东侧的充电的相关的视频。那么，2026的小鹏 P 加的纯电还是用标准的857，也就是800伏5C 跟超过700公里的续航，我们这次达到了725公里的 COTC。像熟悉小鹏的人都知道，小鹏的纯电续航可能是所有这些品牌车型里面最扎实的续航之一，我相信，上比很多的平均值，我相信甚至可以提高10%。所以小鹏的725，我觉得甚至接近800。但是小鹏 P7 加的续航那更可怕了。我们可以看到，纯电续航430，综合续航加上油是1550公里。实际上，这个的纯电续航，我觉得大家甚至可以感觉是500公里的纯电，因为你敢把它用到0。我们正常，如果你是500公里纯电，你起码还剩个10%吧，你要不然你就要去充电的，对不对？而在真诚的情况下，430你是敢把它开到非常小的一个数字的。实际上，在这里面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数据，就是说，为什么在过去的时间，混动也好，增程也好，他们的纯电续航都只有几十公里到100-200公里左右，而小鹏你可以看到都在400多。实际上，第一，技术的前进，但第二，我觉得是要满足更好的用户体验。实际上，如果你是100到200的纯电续航，你每个星期可能都要充1到3次，根据你每一天开的距离不一样。但是430公里，在很多人的情况下，每一周只用充1次电，它的体验非常的方便，也就是意味着你在日常使用，它完完全全是个纯电的车。但是换个角度，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纯电的汽车每增加100公里续航，差不多销售价格就要增加1到2万元人民币。实际上，对于增程也是一样，也就是说，更大的纯电续航意味着更多的电池，但是也更好的体验和更好的用车成本。所以，小鹏的超级增程，也就是下一代增程，我们上都是期望用大电池、大续航能够做到更好的体验、更低的用户成本。同时 ，P7 加除了拥有好的续航、好的空间，这一次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全球最高安全设计标准，因为它是一款面向中国、欧洲跟很多个国家同时发布的车，所以我们是满足中欧双5星的安全标准的开发。我相信这可能是史上最严格的汽车安全标准。我们在电池上面，我们是用5C 的超充，同时我们用更安全的磷酸铁锂电芯。我们做到单电芯热施工24小时不起火不爆炸。我们提前满足了2025年、2026年的全国的新的电池的国标。小鹏的 P7 加还使用量产最大的16000吨的一体压铸。大家知道，这么大的压铸，它最终使
整个车有200多个零部件能够合成少数的零部件，意味着少了2000多个焊点，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成员舱的强度、刚度会有非常好的提高。那么这个时候导致了整车的安全，比如说在翻滚等上面的安全都有了非常好的提高。同时 P7+ 还支持全场景的主动安全。AEB 大家都知道 ，AES 大家也当然知道，但是小鹏的 P7+ 还支持在冰雪路面的 AES。我们都知道，在雪地里面开车啊，实际上车啊它的控制难度是远远高过在平常的时候的。所以在最近我们在这个专门的测试里面，我们看到的 G7 也好 ，P7+ 也好的 AES， 真的是非常的感慨。我在稍后介绍G7的时候，会专门再给大家分享一个 AES 的冰雪视频。那么刚刚我介绍了是小鹏 P7+ 的全新的车型能力。那么再次跟大家今天带来我们的第2款车小鹏 G7 的超级增程版。那么 G7 是一款智能家庭 SUV，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面，很多我们的机器用户对 G7 的评价是精致、高级、家庭 SUV， 也很聪明。那么在这一次，我们带来了 G7 的一个一车双能的第2个能源版本，也就是超级增程版。它带来了我认为最大的特点，就是全球最长续航的 SUV 1704公里。那我们来一起看一个视频。希望他的眼睛长得像我，身高最好像你。你会更像谁？像我笑起来的样子，还是像我面对世界时那小小的勇敢？见面的第一眼，你比我先哭了。长大是那些数不清的凌晨2点。快到了吗？马上就到。你也累了吧？第一次，你学会捧起自己的世界，也踏向更大的世界。又去幼儿园，哼！你会讨厌我做很多事情，但还是全世界最爱我的。我希望你像我一点，这样你难过的时候，我能更感同身受。妈妈，我想带你好好看看这个世界，去发现条条道路不是只通往一个答案。去学会输赢有不同的标准。妈，去骄傲自由。乘风破浪，长为那个独一无二的你。因为我相信，你是那个独特的存在。妈妈，去吧。成长是一场奔赴自我的长途旅行，愿我们自由地成为自己。实际上，我真的感觉 G7对于很多喜欢诗和远方，或者说经常需要长途
跋涉，包括旅行、回家或者公务的朋友们，真的是非常好。车非常好开，可以开得很远，而且也很节能。那么 G7是一个超长续航加超快补充的一个组合，大家可以看到，它既像纯电汽车满足800伏 5C 充电，它又有430公里的纯电续航跟最远的1700公里的综合续航。那么我们把 G7的综合电耗，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纯电里面的通勤成本呢，是在如果你是晚上夜间充电的时候，最低1公里不到4分钱。我们的同事给我算完，真实是3分5。所以换个角度，我自己认为，对于一款高纯电的增程车，真的是完全在中国甚至在全球比很多的油车跟混动车的效果会更好。那么 G7 能够在12分钟补能超过310公里，那么比美上是所有行业里面好的快充的纯电车型。整个 G7 的超级增程一样配置双主动降噪，包括 ENC 和 RNC。也就换个角度，就是说我们通过实时的监测，可以非常大幅度的降低在200赫兹以下的所有的噪音。那么在极寒和极热的情况下， G7 一样有非常完美的表现。我们在零下20度，大家知不知道？零下20度，很多人说纯电汽车打4折、打5折，但是我们的 G7 可以开1108公里，而36度可以开1504公里。我们用一个视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记录。超级增程满油满电和综合续航最长能跑到1108公里。1108公里，对，这种超级增程的，它电平常在城市里面开，偶尔用油，它是非常好的这个。这个大家都知道，中国车市很卷，对不对？实际上员工卷，老板也很卷。所以当时他们跟我说 ，G7 做到了全球第1续航的 SUV， 我还有点压力。我就想到了在 G6的时候要我去开车开到没电，我心里想会开好久哦。如果这个1700公里让我去冬天开，我要开，估计要开10几个小时才能把它开到没电，还是一个挺难的事情啊。但是我们的同学们还好，这个特别体谅我，只是让我去了，开了，但是没有让我开到去推车那种效果。那么 G7 的超级增程，我们在 G7 的基础上增加了全新的外观色，我们加了新木质。那么这是一个非常的高级的加灰跟纸的一个组合，低饱和度的质感，所以在阳光的情况下，它很通透温柔的一种感觉。整个 G7 的超级增程在增加了新木质之后，一共有5款的外观色，那么每一个色的细节跟质感都是体现出不同的效果。同时 ，G7 的超级增程也升级使用了一体式的贯穿灯，整个超长灯带是没有断点的，让整个车的科技的美感更好。G7 还标配了19英寸的轮毂，并且可以选配21英寸米其林的轮胎，这个会让整个的车辆更具运动感。和刚刚的 P 加一样 ，G7 的副驾也在这次增加了零重力座椅作为一个选配。换个角度，不管是长途旅行还是午间的休息，只要按一下或者用语音说一下，都会进入到更加放松的状态。整个 G7 的全车座椅全都是拉帕真皮，而且通风、加热、按摩、电动全部都做。
我们都配。我们想做到的事情，特别想跟大家提醒的事情，机器的通风是坐垫加靠背的全通风系统，而且这个风非常的柔和，而且通风制冷的速度非常的快。机器的整个后排也是整个的满配的。我们可以看到，2排就是家庭的头等舱，头部空间1035毫米，而腿部空间最大有1264毫米，也就是说意味着1.9米的大个头在后排也能翘2郎腿。我们还配置了后排的小桌板、后排的娱乐屏、后排的这个无线充电等一系列针对于后排的配置。在机器的后备箱也一样巨大，有779升。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关于行李箱啊，机器的纯电版本可以放37个20寸的行李箱，机器的增程版本可以放36个20寸的行李箱。我们的工程师真的是很棒，就是在增程版完全多了一套增程系统，多了一整套油箱之后，仍然可以保留这么大的空间。那么除了空间大，机器上里面还有非常多小的储物细节，有38个小的储物细节，比如说扶手箱里面可以塞5瓶的脉动。同样，机器的超级增程拥有小鹏在去年就已经首发的87寸追光全景的抬头显示，大、稳，而且跟路耦合的非常好。不管是天气太阳很大，还是晚上下大雨的时候，都能够非常清晰的看到。我们在机器同样拥有全场景的主动安全，我相信 AEB-AS 的刹停速度做到了130公里，我相信绝对是行业最强的那一批。那么在这一次冰雪 AES， 我还亲自有幸参与了测试。那我们来一起看一个我参与测试的冰雪 AES 的视频。开到88公里时速了，你看 AES 启动自动的切线成功了，漂亮 ，nice。今天带您试的就是这个低幅的 AES， 然后我们其实模拟的就是北方像这种有这种故障车在前面，但其实像今天您来的路上也看到了，对，就像这种对开路面，其实一边我们的沥青，一边我们的旁边这种雪面，其实是非常湿滑的，碰到风险了，我因为风神碰到风险，一把就会非常大，然后导致失控啊，或者说是翻车。但我们的低幅的 AES 避让，它就可以比较稳的可以避让过去。然后而且可以一边转一边刹，我转完以后速度还会有降低，然后带您体验一把。好，先体验一下白天的 AES。对，这一把是因为你看我们的驾驶员是自己避的，然后很明显他避完以后，会有一个横向的摆动，然后导致它其实是比较不好失控的。然后我们第2把再来一次。刚刚是没有打开系统，对对。第2把就是看了它自己的表现。好的。好，非常好。对，然后其实明显比刚才我们避的是更加丝滑。对。不过他刚刚是故意最晚打，所以他水平高。是的。他不担心，要是我最早打。好，我们现在在天微黑的情况下，在冰雪路面来测试 AES 整体的效果啊。我们可以看到，已经开到88公里时速了。你看 AES 启动自动的切线成功了，漂亮。避的是一个3.5米，就是一个车道宽的距离。这种 AES 核心的最难的就是可靠性，真的，既不会少，也不能多，这种可靠性是最难的。实际上，有人开，无人开啊！我相信无人开的自动驾驶是小鹏要做的最安全、最好、最体验最强的。
但是在有人开的时候，真的时候有时候特别开长途，或者说在这个冬天开冰雪，因为你知道，就是有时候突然前面有个车，它就莫名其妙停了，然后你一下人都没反应过来，这个时候真的是需要 AES。我在这一次体验了10几次 AES， 最开始他们还把我给忽悠了，因为他们最开始没打开 AES， 是那个司机开的。我说撞了，他才到了最后一把才扭过去，然后我再问他你是不是能开的？我说这个 AES 没起效果嘛。然后他后面他说对，我先要让你体验一下人怎么切的感受，然后才让 machine 去做。所以我当时印象还特别深刻，我发现要这个功能，第一特别重要，第二要做的特别的提前看到，在黑夜里面要早识别，在冰雪的路面要能够控得住车，真的是非常的困难。所以我相信我们的工程师从需求到设计到研发到测试，让机器在冬天的使用体验非常的好，怎么开都能放心。那么现在刚刚我们介绍了这个 P7 加和 G7， 那我们开始来介绍我们的第3款车，也就是2026的小鹏的 G6， 也是6项全能的纯电轿跑 SUV。那么先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 G6 是欧洲5国中型的 SUV 的销量冠军。我们可以看到，包括在德国的中型纯电，我们的新势力一样是卖的最好的。那么这一次 G6 的话呢，跟 G9 实际上都是做了年度的小型的改款。我们 G6 里面新增的外观色是新奏的灰色，那么这款灰色在我们其他的车型里面配置是非常多的朋友喜欢的。同时我们增加了一款内饰色，叫秘境蓝啊。那么同时整个 G6 里面我们还增加了对它的旗舰版增加了 RNC 的主动降噪，它可以就像降噪耳机一样，在最高的这个情况下，它可以降噪接近10分贝的噪音。那么这一次的 G6 实际上我们最主要是进行了换新，也就是说从原来的 Max 版本是我们使用的是我们小鹏智研的1颗图灵 AI 芯片，支持 L2 级别的自动辅助驾驶功能。我们这次还对 G6 增加了 Ultra 的 S1， 也就是增加了可以使用我们的 VA 2.0 和顶配的 Ultra 版本，拥有2250 TOPS 的算力， VLA 和 VLM 都支持。那么这就是我们 G6 在这一次看到的2026款全新的6项全能纯电轿跑 SUV， 它的特点是算力很高，智能强，充电快，里程特别扎实。我对 G6 的里程我是特别有感受，因为我有好几次里程的测试，以及非常的安全和大的空间。那么介绍完 G6 之后，那么进入到我们的第4款车，也就是2026款小鹏 G9， 也是小鹏的 AI 智能豪华 SUV。先来分享一下 G9 在2025的表现。上这个 G9 在2025的欧洲，我们可以看到是特别做得好的。我们在欧洲的9个国家，在大型的纯电 SUV 里面，我们都是新势力的销量冠军。我们是在欧洲的中大型纯电 SUV 里面唯一在榜单的中国的车。我们在意大利、在德国，甚至都拿到这个细分市场的月度销量第1的曾经的榜单，真的是销量是非常好的。那么这一次我们的 G9 2026款新增的一款银色，我们会看到特别多的 G9 用户啊都喜欢做哑光的车衣。然后我们经过了分析之后，我们专门在这次调出来了一个哑光银的车漆，我去看过，真的质感非常的好，非常的好看。同样，我们在这次G9推出了3个版本，包括了 Max、Ultra 的 S1 和 Ultra。那么这个跟其他每款车是一样，那么我再不重复介绍了。好，那么最后我想说一下 G9， 也就是说2026款。顶级的智能、极致的驾控、豪华的内饰、超低的能耗和优雅的姿态。如果你需要一个中大型的纯电动智能 SUV， 我相信 G9 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那么今天换一个角度，我们介绍了我们全新的4款车型。我相信
今天我们不仅仅这4款新车，我们还开始进入了小鹏在物理 AI 时代智能汽车的一个全新的标准。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标准里面，我们使用了更大的模型，我们全部使用了自研的芯片，而且是大算力的芯片。我们开始进入小鹏的2026一车双能的时代。那么在2026年，大家会看到小鹏的一台车2种能源的更多车的推出。那么今天我们发布了2款。那么在这个里面，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3个能力都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更强的能力跟更高的成本。因为实际上，这个大家很快就会看到，从过去的端到端的小模型进入到真正 AI 的物理世界的大模型，最重要的体验有10倍甚至数十倍的提高，但是成本也有相当的提高。那么第二，算力将来一定是 AI 汽车强不强的一个核心标准。当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把算力开发好，但是没有大的算力，是很难开发真正的高智能的汽车的。我一直都相信，在一个 AI 汽车上，更好的、更强的算力，远远比更好、更强的激光雷达等这些3者要更有价值。第3个就是一车双能，因为小鹏的一车双能使用更大的电池，我们比行业主流的增程车都要高200甚至300左右的续航，所以在这么好的一个纯电续航的情况下，也意味着更好的体验、更多的成本。那么，所以这3个能力，我相信都会让所有人看到，在物理 AI 时代智能汽车的全新的标准。那么以前的汽车，我甚至认为，特别是认为在全自动驾驶时代到来，可能真的是从马车进入到汽车，从过去的功能手机进入到智能手机的这样的一个全新的时代。那么好，接到最后了，我来跟大家汇报这4款车的相关的价格。第一个是小鹏 G7 的超级增程，它是一台小鹏的面向智能家庭的 SUV。那么在这一次，我们带来了全球最长的这一个 SUV 的续航。那么我相信，对于经常开远方的朋友们，这是一台极好的车。那么想要购买这样的朋友，可以抓紧拍个照或者截一个图啊。那么 G7 同时也是一款舒适、科技、配置全部拉满的，非常适合年轻的家庭朋友们。那么今天我们带来了 G7 的超级增程1704公里续航的2个版本。那么一个呢是 Max 科技版，一个是 Max 旗舰版。大家可以在看到我们旗舰版跟这个科技版里面有更多的相关的内外饰的配置。那么其中跟大家非常开心带来 G7 的1704 Max 的科技版的价格是19.58万元。我们可以看到，在20万这个级别，没有一款增程汽车拥有跟小鹏一样的纯电的续航，且拥有如此强大的智能能力。那么1704 Max 的旗舰版的价格是20.58万元。另外，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一次推出 Ultra 的 S1 版本，2颗图灵的 AI 芯片，支持第2代的 VA， 加价12000元。那么 Ultra 的版本跟我们原来一样，没有变化，还是2万元。那么这是我们 G7 的超级增程的价格。那么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小鹏 G7 的纯电版，在这一次主要就是换芯片，就是我们从原来的 Orin 变成我们的图灵，并且我们同样在G7 的纯电版这次也增加了 Ultra 的 S1 版本，也是同样加12000块钱。那么我们的602的 Max 的旗舰版是19.58万元。那么实际上大家可以看到，跟我们的G7的2025款上市
这个同样是换新不加价。那么在702的 Max 旗舰版是205800元。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因为小鹏的超级增程在400多的纯电，实际上我们在最后的价格来判断来看，跟700的在中型 SUV 的纯电的整个的价格、配置、能力是接近的。所以在这样一个领域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小鹏的超级增程的纯电跟整个的价格的一个配置。那么这是小鹏 G7 超级增程跟纯电版的价格，以及所有的 Max 都可以升级 Ultra S1 和 Ultra， 体验到小鹏的第2代 VAA 能力。我特别建议大家，如果喜欢智能驾驶的，一定要买我们的 Ultra S1 版本，因为它用更合适的价格能够做到，我相信在推出的时候能够做到全自动驾驶，甚至在将来能做到高阶全自动驾驶。这是我对于2027、2028年不断升级的一个目标。那么今天也给大家一个权益，就是即日起至2026年3月31日含，那么下定小鹏 G7 全系可以享8000元的新春购车补贴，以及2年零息或者3到5年低息的金融方案，并且我们还拥有3000元的这个选装的基金。如果是置换，无论是本品还是他品，包括我们复购，都有每年1500度的电卡，一共有6年。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里面还有相关的基础权益，包括整车3电的质保，包括流量救援跟相关的首保。那么欢迎大家这个来我们的店里面看看小鹏 G7 的全系。那么我们现在是马年了，我们在这一次 G7 也专门推出马年定制的改色服务。那么我们这次推出了翡翠绿跟青山蓝。那么特别这个翡翠绿啊，是一个非常很正很舒服的一个绿色，不扎眼，足够的特别。而这个蓝呢，又比常见的蓝要更深，很优雅。所以喜欢这2款的颜色，我们可以去我们的官方改色，包括安装服务，一共是5390元。好，那么2026年是小鹏迈向全球市场的关键的新一年。那么今天后面这3款车，包括了我们的 P7+、我们的 G6、我们的 G9， 全部都是面向全球发售的。我相信好的产品、好的科技一定要从中国走向全球。我希望新的一年里面，小鹏可以让更多全球的用户体会到小鹏在物理 AI 上的一些变化。那么首先和大家先来介绍2026款小鹏 G6 全向6项全能的纯电轿跑 SUV。那么这个是相关的具体的配置。那么喜欢 G6 的朋友们可以快速拍个照或者截图。那么在今天小鹏的2026款 G6 分别推出来了625的 Max 科技版和625 Max 的旗舰版。那么同时这2款版本我们都能够支持 Ultra S1 和 Ultra 的版本。那么我们首先推出625 Max 的科技版的价格是 17.68， 以及 Max 版的旗舰版是 18.68万元。那么同样即日起到3月31日下定全系可享新春购车补贴8000元，以及金融方案置换权益或复购权益。那么这一个大家可以快速拍个照可以看到。同时再跟大家分享2026款小鹏 G9 AI 智能豪华 SUV。那么2026款的 G9 的配置，那么就在我背后的这张图片里面，大家一样可以拍照或者截图。同样在 G9 跟刚刚的 G6 跟 G7 上都有同样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在这一次首先所有的 Max 都换成图灵，且可以去升级到 Ultra S1 跟 Ultra 版本。那么在今天我们推出3个配置的 G9，分别包括625的 Max、
725续航的 Max 和680四驱的 Max。那么快速跟大家分享它相关的价格是24.88万元在 G9 的625 Max， 以及25.88万元的725续航的 Max， 和我们6080四驱的 Max 版本。实际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价格跟小鹏的2025款实际上是全部都是换新，保持原来的价格。我们相信可以让用户体验到更强的智能化能力。那么即日起，截止到2026年3月31日，小鹏 G9 全系可享新春购车补贴是12000元。那么在其他上的相关的权益，大家都可以看到我背后的图上所显示的。好，那么刚刚介绍的是 G9 的相关的权益，那么这里面开始来回顾今天最重磅的产品，也就是2026款小鹏的 P7+，它拥有超大的空间，它是一款智能的轿车。那么它拥有的配置非常的全面，有 SUV 级的空间、MPV 级的豪华，有最长续航的增程轿车，以及面向全球的安全标准和超级智能。那么它也一定是一个热爱科技，对年轻家庭，无论在南方还是西部，还是在北方的朋友们，还是在东部的，我相信在全球所有不同区域生活朋友们的全部的向往。那么今天首先是 P7+ 的超级增程版，我们可以看到超级增程版上是2种配置，第一个是1550公里，它的纯电续航是430，综合续航是1550。那么另外就是旗舰版，他们在相关的细节、内饰这个相关的内容有些不同。那么同时，他们全部都可以从 Max 升级到 Ultra SE 和 Ultra 版本。那么关键的价格 ，P7+ 1550的 Max 的科技版，它的价格是18.68万元。这是一款 C 级的有巨大空间的轿车，我相信它的科技能力、它的舒适能力、它的空间能力、它的续航能力，绝对是我相信在这个价位里面无可匹敌的王者。那么在旗舰版的价格是19.88万元。那么我相信这个价格，旗舰版的用户我也同样超级推荐你们一定要升级到 Ultra SE 或者 Ultra 上面去，你会体现到全自动驾驶不一样的感受。那么 P7+ 的纯电版，我们在今天推出615 Max 旗舰版和725纯电续航的 Max 旗舰版，同样也可以升级到 Ultra SE 跟 Ultra。那么它们在615的价格是18.68万元，以及我们在725 Max 的旗舰版的价格是19.88万元。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 P7+ 还是 G7， 我们的超级增程跟纯电的匹配度是方便大家去记忆，方便我们整个的用户去使用。所以在整体的体系里面，大家会看到小鹏在这个一车双能里面，我们期望用更大的电池、更贵的这个更多的更好的体验去满足大家的需求。所以在整个700公里的续航，实际上我们认为在纯电的续航是更好的，能够匹配小鹏在400公里这个级别的这个超级增程。好，那么这是我们 P7+ 在超大空间上面这个 AI 智能轿车的价格。那么这是全部的这个价格。那么 P7+ 的权益也跟大家分享，是从即日起到3月31日，全系可享新春购车补贴8000元，金融方案或者险装基金2选1，置换权益以及每年1500度电卡的复购权益都会拥有。那么这是我们今天4款车的全部的价格啊，这个说实话我是第一次同时有4款车，而且每款车还有这么多的配置，因为我们以后都有纯电，都有增程的不同的配置跟这个价格。我相信在今年
2026年到2028年，大家会看到小鹏的汽车会进入到连续的这个大连。我们无论是大车、小车，无论从中国走向未来的全球，所有的车都会清晰。我们在之后会不断的把这些车精益求精，都做到中国跟全球的最好的体验。同时，从今年开始，我们的物理 AI， 无论从 Robotaxi 还是 VOA 的自动驾驶，还是我们的机器人跟飞机车，都会开始向前走。我相信这是一个从汽车公司向物理 AI 公司的一个全新的跃迁。同时，在今天的发布会之后，我们在明天2026款小鹏 P7+还会在欧洲上市发布。那么我们明天是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是1月9号的9点钟。这个估计欢迎大家在线上参加啊，我们的这个 P7+ 在欧洲的上市发布会。那么 one more thing， 最后我也想跟大家说，小鹏的 AI 科技制造之旅在1月9号会正式开启。那么我们会开放我们的小鹏在我们大湾区的工厂，我们在小鹏在广州的总部，我们希望它是中国最酷、最有意思的工业旅游项目。很多的朋友们实际上来到大湾区、来到广州，他们都在想我要去哪里玩，特别是带着小朋友的时候，我想去哪里看。我期望小鹏从研发到制造到销售到服务的全链条，可以让大家可以看到小鹏汽车是怎么生产的，小鹏飞机是怎么制造的，小鹏机器人是怎么使用的，能够看到所有不同的流程。那么特别欢迎大家能够去在将来的时候想到，如果来到广州，如果来到大湾区，欢迎大家来带你的朋友、带你的家人、带你的小朋友们，能够一起来看一看科技制造的趣味，看看物理怎么跟 AI 的耦合。那么这次最后，这个非常感谢啊，这是新年小鹏的第一个发布会，我相信也是很多人参加今年车企的第一个发布会。我比任何时候都相信，在上一个10年里面，没有人相信中国的新能源汽车能够由一家创业公司做出来，也没有什么人相信，在那个时候还有人相信新能源汽车，但是没有人相信智能化会改变汽车。虽然在上一个10年，智能化跟就是 AI 跟物理相关的比例可能是 AI 是1，物理是9，但是我相信在全新的10年，我们会看到软件和 AI 会在物理 AI 里面占据更大的比例。我们会看到物理 AI 会像过去的智能手机一样，深度的改变中国，改变全球，改变各个地方的出行的生活。所以我相信在2026年，我们保持热爱，奔赴山海。对于小鹏，我们保持热情，奔赴物理 AI 的全新的全球的世界。那么到最后呢，在今天，我也想借今天这个机会，跟所有的朋友们、所有的同学们、所有的老师们、所有的伙伴们，说拜个早年，说新年好，祝大家马年能够马到成功，奇迹驰骋，势不可挡，身体健康，早发大财。谢谢大家。感谢小鹏的精彩分享，我们的发布会到此结束，请您将同声传译设备